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群探险者躲进日军修筑的基地，而这里便是日军731部队的卫星控制中心。在深锁长达半个世纪的地下迷宫，等待他们的将是前所未有的恐怖。影片开始，当年日本人在东南亚叱咤风云的时候，搜集了大量的黄金。之后，随着他们的战败，这些黄金都被藏在了一座不知名的小岛矿坑里。多年后，一个富二代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个岛的坐标，并带着一帮雇佣兵找到了这里。一番寻找后，他们找到了矿坑的入口。就在准备查看洞里情况的时候，遭到了当地武装的袭击。众人直接推进洞里，就在这时，一颗手雷落在洞口，直接将洞口炸塌，而且通讯装备损坏，和外界失去了联系。雇佣兵队长问威利，来这里到底是找寻什么？无奈之下，富二代只能说出了黄金的事情。队长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寻出口，因为洞口外有武装分子，他们只好往洞内前行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出现了一座木桥，众人刚走到一半，灯亮了，还放起了日本军歌。他们来到一个房间，这时鲍威尔觉得威利还有事情瞒着他们，于是就质问他，但是威利不愿意说。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最终不欢而散。学者惠子说道，这里不但是日本人的军事基地，还是731部队的卫星操控中心。他们一直在这里利用战俘研究生化武器。就在大家各自找寻出口的时候，一双惨白溃烂的手从地下钻出来，把短发哥拖走了。而鲍威尔和一个雇佣兵赶紧追了过去。眼前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人形怪物，把两人吓坏了。等缓过神时，怪物已经不见了。而此时的短发哥已经领了盒饭，死状非常恐怖。接着惠子和鲍威尔被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日本兵抓住了。日本兵摘下面具，一张恐怖的脸出现在两人面前。还好惠子是日本人，经过交流才得知这个日本兵已经在这个矿洞待了70年。他说自己是这里的守护者，当年日军731部队在这里研究不死战士，很多平民因为实验失败，最终变成了怪物。但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，终于研制成功。而他也被注射了这种针剂，所以面容已经十分苍老，但是身体依旧非常强壮。不过这种针剂很不稳定，大部分人不像他这样幸运，而是变成了如同丧尸一般的不死战士。他们没有思维，只知道一味的杀戮。随后，惠子告诉日本兵，日军已经战败，并给他看了1945年的投降视频。看完后，日本兵情绪非常激动，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。与此同时，威利和女友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，但是黄金已经被日军变成金粉和化学药剂掺在一起，而这就是不死战士的针剂。威利非常失望，但是女友却动了歪心思。如果说这针剂是真的，可比黄金珍贵多了，于是他偷偷藏起一只。另一边，雇佣兵队长发现了一扇挂着大和魂字样的大铁门，他和队友直接打开了铁门，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。身穿铠甲的日本武士瞬间被激活，而这些日本武士正是日军制造出来的不死战士。队长赶紧撤离，队友为了关闭铁门，直接被日本武士解决掉了。三人逃进了地道里，途中遇到了不死战士，威利身受重伤。在情急之下，女友将针剂注射到威利的体内，希望有奇迹发生。然而变异的威利毫无人性地将女友杀死，然后因为药物排斥，自己也领了盒饭。而另一边的日本兵给惠子他们指了一条逃生通道，自己留下来拖延不死战士。此刻一行人只有队长、惠子和鲍威尔还活着。面对成群的不死战士，队长决定自己留下来断后，可他根本就不是对手，直接被一刀领了盒饭。最后鲍威尔也牺牲了自己救下惠子，而惠子终于从下水道逃出升天。不过紧接着不死武士赶到，对着惠子举起了屠刀。君子爱采取之有道，不作就不会死。好了，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